又和EO一样发现了邮轮界的一个奇怪现象，各大邮轮公司都在拼命想要迎合乘客的喜好，争取做到宾至如归，而维珍邮轮 Virgin Voyagers 却改写了邮轮的传统玩法。他努力的方向似乎是故意想要让你觉得很陌生。坐惯了传统邮轮的乘客眼里，大部分人都觉得他太另类了，太不传统了，甚至直接会说他那个 style 不是我的菜。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偏偏是这一家邮轮公司，它在疫情期间最艰难的时期异军突起，无论是从它的餐饮、娱乐、船舱的设计，还有服务的品质，到整体的口碑，从它出生的那一年开始，每一年拿奖拿到手软。去年他拿到的总票数居然把那些知名的邮轮品牌甩出了好几条街那么远。那今天就跟着EO来了解一下这家邮轮公司，也许看完EO今天的视频之后，你也许有可能会把它从你的黑名单里面暂时挪出来。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EO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EO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EO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很多人会觉得 Virgin Voyagers 怎么看都不像传统邮轮，其实你去看它的背景就知道这根本不意外，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复制传统邮轮的经营模式。Virgin 这个品牌本来就很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已经很成熟甚至有点老掉牙的行业重新做成更年轻、更有态度、更有体验感的东西。他以前做航空、做铁路、做酒店都是这个思路，那他现在来做邮轮当然也一样，他更像是要告诉全世界，请先忘记过去吧，如果今天重新发明搭邮轮旅行，它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呢？Virgin Voyagers 几乎可以说是诞生在了疫情的阴霾里。那几年全世界都在怀疑邮轮行业是不是已经没有未来了，很多人都觉得邮轮是最脆弱、最受打击的旅行方式之一。可偏偏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Virgin Voyagers 下水起航出发了。当时整个邮轮界都在摇头说，这孩子生不逢时，估计活不到疫情结束的那一天。很快让大家跌破眼镜的是，他不是熬着活下来而已，他是一出现就惊艳了全场，一下越过了纵横邮轮界上百年的老字号们，口碑迅速飙升，居然还开始拿奖了。从2021年开始，他就拿下了 Best New Ship 年度最佳新船奖。接下来的这几年，围绕着餐饮、娱乐、成人体验、LGBTQ+ 友好、性价比高、健身与 Wellness 一路都在被肯定与追捧中。到了2025年、2026年，连 Best Cruise Line of Dining、Best Cruise Line of Money、Best Cruise Line of Wellness 这种最能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奖都拿到了。更狠的是 Travel Plus Leisure 2025年给他评出了 94.8 的高分，简直是把 Celebrity Princess Royal Caribbean Costa、MSC 这一类传统的邮轮大公司远远地抛在了后面。Virgin Voyagers 到底篡改了哪些传统邮轮的经营模式，所以才会让一部分人很爱投票让他拿奖拿到停不下来，而另外一部分人因为不适应而放弃继续探索呢？又为你大概总结了一下。首先，它最明显的一刀就是只限成人。Mama, Papa, was your suitcase packed but not mine? How could you leave us kids behind? Parents are going on a cruise without us kids, and we know whose fault this is. Virgin Voyages says we can't cruise till we're 18, which makes us shake like we had caffeine. Virgin Voyages says no kids
事情听起来只是没有小孩这么简单，但是背后改掉的是整艘船的气质，船上的节奏、音乐、活动、餐厅氛围、晚上的能量感都会完全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轻松自由，终于不用再迁就别人，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坐惯了传统邮轮的人来说，这就变成了少了那种熟悉的大众度假感。第二，他对于吃这件事情的理解也很不传统，背弃了传统邮轮的自助餐厅、主餐厅、固定时间、固定形式。 Virgin Voyager 更像是在告诉你，我不要你上船像去食堂接受养猪式的统一安排，我要你觉得自己像住进了一间海上的综合餐饮俱乐部。所以他把吃吃喝喝做得更分散，更有主题，更强调你不用迎合，而是自己做出选择的感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升级，但对于一些传统的乘客来说，反而会觉得怎么没有了我摸索了很多年好不容易熟悉起来的那种秩序感，有种被强迫忘记以往的套路和传统的体验感。第三，他卖的不是传统邮轮服务，他卖的是一种更新鲜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不想把自己包装成那种人人都懂、人人都放心的经典邮轮，他更想吸引的是那些愿意接受新规则、新审美、新节奏的乘客。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 Virgin Voyager 会变成一间那么两极分化的邮轮公司，因为它不是要让所有人都喜欢，更像是在主动筛选谁会觉得这很新鲜，因为不一样而感到兴奋，和谁会因为不一样而感到很别扭。关于预定过程的区别、出发前程序的不同，还有它和传统邮轮真正的体验差别，到底好还是不好，我作为一个传统的华人邮轮老玩家，决定把自己当做一个邮轮新手，沉浸式的与 Virgin Voyager 好好相处，细细的去品味它。所以EO今天先把这些问题留在这里，因为我更在意的是，当热闹退掉，当新鲜感过去之后， Virgin Voyager 到底还能不能站得住？它究竟是真的重新定义了一种邮轮体验，成为新的行业改革标杆，还是只是把不一样做成了一个话题？作为聪明的邮轮消费者，我们不能光是去看它那些榜单上的高排名，或者是官网上的那些噱头。EO决定要跟 Virgin Voyager 来一场深入的沉浸式的体验。我相信绝大部分搭过 Virgin Voyager 的 EO 的观众都是搭的它短途的航线，而 EO 这一次要跟 Virgin Voyager 的 Brilliant Lady 相处超过半个月的时间，它是不是真的不太适合我们？或者是我们其实一直都误解了它。如果它真的是主流评价中的那么的好，我们也不要因为那些偏见不小心错过了它。等到 EO 旅行回来之后，来跟大家揭晓这个谜底。记得关注 EO 的频道，点开小铃铛，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 EO 邮轮旅行活攻略的最新视频的通知。祝愿 EO 跟大家一样，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